一个人越在乎面子，命就越苦。我知道你可能马上就想反驳我，你会说，面子这个东西谁不要？没有面子的人，那不就是彻底摆烂了吗？但我今天要告诉你的，不是叫你不要脸，我要告诉你的是一个更深更残酷的真相。你这一生里最大的那些苦，你最撑不住的那些时刻，你最后悔的那些选择，大多数都是面子造的孽。不是命运在故意刁难你，是你自己一次一次为了一张脸把命卖了。在佛学里，这件事有个专门的名字，叫我执，两个字重如山。今天我们就来把这两个字彻底说清楚。先来说一个你可能特别熟悉的场景，你有没有这样的经历？家里收入其实已经很吃紧了，但是朋友约出去聚餐，结账的时候你还是抢着付了单。回家的路上，你一边心疼钱，一边告诉自己没关系，总不能让人家觉得我小气。或者你在一段关系里早就委屈到了极限，但是你始终开不了口说那句话，不是因为还爱，是因为你怕一旦说了，别人会觉得你不懂事，会觉得你自私，会觉得你这个人凉薄。又或者你在公司里明明清楚知道上司的方案有问题，但是你一句都没说，不是不想说，是你算计了一圈，开口反驳的代价太大。万一说错了，万一被人记恨，万一显得自己不识大体，于是你把那句话吞回去了，方案照旧推进。后来果然出了问题，你站在那个烂摊子前面，心里有10000句话，却一句都说不出来。这3个场景可能你不全都有，但至少有一个是在你心上戳过去的。这就是面子在运作的样子。表面上看，它是一种人际智慧，是圆融，是成熟，是懂事。但你有没有注意到，每一次为了面子做的那个选择，都是在消耗你自己，都是在逼着你做一个你不想做的人，都是在把真实的自己一点一点往里面压，压到越来越深，压到你自己都不知道你到底在哪里。这才是面子最凶的地方。它不是一刀砍过来的，它是一刀一刀，一天一天把你放干的。我们来讲一个故事。故事发生在很多年前，江南一个叫清溪的小镇上。镇上有一个人叫陈富安。富安这个人从小就被称为要强，这个词在他们那一代是夸人的，意思是这个人不甘落后，有志气，知道上进。富安的确如此。读书的时候，班里哪个同学考了高分，他那天晚上一定要比人家多学2个小时。工作以后，但凡有人比他晋升快，他就会连续1个月几乎不怎么睡觉，拼命追上去。他不是没有能力，他是那种脑子灵，学得快，做事也扎实的人。但他有一个地方和普通的上进不一样，他在乎的不只是把事情做好，他更在乎的是别人看没看见他把事情做好。这2件事看起来只差一点点，但最终的走向是完全不同的2条路。富安结婚的时候，家里其实还不宽裕，父母的积蓄加上他自己这几年的存款，勉强够一个体面的婚礼。但他的一个朋友当年办婚宴摆了30桌，富安硬是要摆40桌。为什么？他说当年我去他那里吃席，我说我以后办婚礼要比他体面。那句话说出去了，不能食言。他媳妇儿问他，你那句话是跟谁说的？富安想了想，说好像是跟自己说的。媳妇儿沉默了。婚礼很风光，热闹了那一天。然后富安背上了一笔不小的债，这笔债他用了将近4年才还清。那4年里，他省吃俭用，连孩子想要的玩具都没钱买。他媳妇不止一次在夜里偷偷哭，但是镇上人提起富安的婚礼，还是会说那年的婚宴办得真气派。富安听到有人这么说，会不自觉地挺一下胸膛。然后那天晚上回到家，看着简陋的餐桌和沉默的妻子，忽然感到一种说不清楚的空洞。那种空洞，他不知道从哪里来，也不知道怎么填。他只能告诉自己，等我再努力努力，等我再上一层就好了。富安到了40岁那年，在镇上开了一家工厂，规模不大，做金属零件加工。那2年生意还算顺，他的日子终于开始有点喘息的空间。但是问题来了，镇上另一个同龄人叫林德顺，也在那年开了一家更大的厂子，买了一辆当时镇上很少见的小轿车，
林德顺停在镇口那辆车，富安每次路过，脚步都会不自觉地慢下来。他不讨厌林德顺，他们甚至还算朋友，但那辆车就像一根刺扎在他心里，不疼，但也拔不出来。他媳妇儿早就看出来了，说：“你是想买车吧？”富安说：“没有，买那个干什么？”媳妇说：“那你每次从那条路走过来，脸色为什么不对？”富安沉默了一会儿，说：“我就是觉得我们做的事情不比他差，他有的我将来也会有。”媳妇儿叹了口气，说：“可现在没有。”这句话像一根针戳进了富安心里最敏感的那个地方。他那天晚上没有睡好，后来他还是买了车，钱不够，借了一部分，开着那辆车在镇上转了一圈，他感到了一种久违的舒坦。但那种舒坦只维持了不到3天，3天以后，那辆车变成了他生命里的一个普通物件，而债务还是在那里。这是富安的故事，但我觉得你在这个故事里一定认识某个人，可能是你的父亲，可能是你的兄弟，可能是你的老同学，也可能就是你自己。富安的问题用佛学的语言来说叫做我执，但我不想用这个词把你绕进去。我想先问你一个更直接的问题，那辆车富安真的是为了自己开吗？那场婚宴真的是他和他妻子想要的那种喜悦吗？答案是不是。那辆车是为了让别人看见他有车，那场婚宴是为了让那个当年的朋友还有镇上的所有人知道他陈富安不差。他所有的那些拼命都不是在回答一个问题，而是在逃避一个问题。那个问题是，如果没有人看见我，如果没有人认为我好，那我算什么？这才是面子这个东西的根。面子不是关于外在的，它是一道防线，一道用来挡住那个问题的防线。那个问题太可怕了，可怕到人宁愿花一辈子的精力在防线上，也不愿意停下来直视它1秒钟。金刚经里面有一句话，说起来人人都会，但真正懂的却是少数。无我相，无人相，无众生相，无寿者相。很多人把这句话理解为一个修行人应该做到无欲无求，超然脱俗，但这不是这句话的本意。这句话真正的意思是告诉你，你脑子里那个我的形象是一个幻象，那个我是有能耐的人，我是有地位的人，我是不能被人轻视的人，这些都是你建构出来的，是你在这一生里一点一点用精力和他人的目光堆砌出来的一个概念。这个概念不是真实的你，但是你把它当成了真实的你，你在保护它，你为了它受苦，你为了它让渡真实的需要，为了它做违背内心的选择。这就是我执着于一个关于我的幻象。佛陀不是说你不重要，而是说你真正的那个我远比你脑子里那个形象更辽阔，更自由，更有力量。但是那个幻象就像一件铁甲，把真实的你包裹在里面，沉甸甸的，走哪里都在，摘不下来也不敢摘。我再来给你说一个故事，这个故事来自古代禅宗的典籍。故事里有一个有名的长者，人称范居士。范居士这个人在当地是出了名的慷慨，出了名的好学，也出了名的极有规矩。他来拜访一位禅师，见面就问了一个大问题。他说：禅师，我一生修善积德，布施供养从不间断，请问这样的人死后会去哪里？禅师看了他一眼，平静地说：地狱。范居士愣了，什么？他以为自己听错了。他说：禅师，我做了这么多好事，你为什么说我会去地狱？禅师说：因为你刚才的那个问题已经暴露了你的心念。这样的人，你口中的这样的人是谁？范居士不说话了。禅师继续说：你做的每一件善事，在你心里都有一本账，你在数你布施了多少，供养了多少，积了多少德，你在等待那个记录被看见，被认可，被奖赏。你做善不是因为善本身，是因为你想要那个做了善的人的身份，这个身份才是你真正执着的东西。范居士听完，脸色变得很难看，然后沉默了很久。最后他低下头说了一句话，他说：禅师，我明白了，我一生从来不曾真正布施过一次，因为每一次我给出去的是钱，留下的是那个我是善人的感觉，
那个感觉才是我真正舍不得放下的。禅师那时候露出了一点笑意，说能说出这句话，你今日已经走出一步了。这个故事很多人听了会觉得心里一沉，不是因为觉得范居士可怜，而是因为那个感觉在自己身上也有。你有没有做过一件好事，不是因为你真的觉得那是对的，而是因为你觉得如果你不做，你在别人面前的形象就会受损。你有没有说过一句关心的话，但是说完之后比你预期中更在意对方的反应？你有没有在帮了别人一个忙之后，心里隐约期待对方回头提起，说你这个人真好？这不是坏事，这是人之常情。但如果你从来没有觉察到这件事，如果你一直以为自己在付出，其实你一直在用付出来喂那个我，那个我就会越来越大，越来越重，越来越难以满足。我们来聊聊这件事背后的心理机制。每一个人从出生开始就需要从外界获得两样东西，安全感和存在感。安全感是什么？是我被保护，我不会被抛弃，我不会消失。存在感是什么？是我被看见，我是重要的，我的存在对别人有意义。一个孩子在婴儿时期，这两样东西全部来自外部，父母的回应，喂奶、抱起、和他说话、笑着看他，这些都是在给他安全感和存在感。健康长大的孩子会在某个阶段完成一次内化，他开始能够在没有外部反应的时候也感受到自己的价值。他开始知道我是有价值的，不是因为有人表扬我，而是因为我本来如此。但这个内化是有条件的。如果在成长过程里，一个孩子的价值感大多数时候都是通过外部条件获得的，成绩好才被夸，表现乖才被接纳，考了第一才能被父母展示给亲戚看，那么他的自我价值感就一直依赖外部来维持。长大之后，这个机制不会自动消失，他会换一件衣服，叫做要面子，叫做求认可，叫做在乎别人眼光。这是面子问题的心理根源，不是这个人虚荣，不是这个人懦弱，而是他这辈子还没有完成那次内化，他还不知道他的价值不需要别人的眼神来确认。富安一辈子拼命，不是因为他贪心，是因为那个孩子还在他心里，还在等一双眼睛看见他，说你很好，但那双眼睛始终没有出现，或者出现过，但他总是觉得不够，总是觉得再多一点，再高一点，再风光一点就能填满。那个窟窿不是财富填的，不是地位填的，甚至也不是别人的赞美填的。这就是佛学里说的，烦恼从贪爱而生，贪爱从无明而来。无明不是说你愚蠢，是说你不了解这件事的真相，你不知道那个窟窿的真实位置在哪里，所以你一直在错误的地方挖。接下来我要讲一个更深的层面，面子不只是让你做错误的选择，更残酷的是，面子会改变你的因果。我们都知道因果这个概念，很多人把因果理解成一种报应系统，你做了坏事，所以你遭报应，你做了好事，所以你得好报。这个理解没有错，但太浅了。更深的因果是这样运作的，你带着什么样的心念去做一件事，那件事就会种下什么样的种子。同样是做好事，一个是真正从慈悲出发的帮助，另一个是为了维持形象的表演。这两件事在外人看来可能一模一样，但他们种下的因是完全不同的。范居士的布施种下的因是我想要那个做善人的形象，所以他的这辈子才会活在永无止境的付出与回报的计算里，永远觉得自己的善没有被足够的看见，永远在等一个公正的裁判。这不是惩罚，这就是因果的运作。你带着什么念头出发，就会感召什么样的处境。一个一辈子在乎面子的人，他感召来的就是一辈子都会遭遇挑战他面子的情境，因为他的心念频率里那件事最响，那件事就一直被放大。他越害怕被人看清，就越会遇到让他觉得被轻视的情境。不是宇宙在戏弄他，是他自己的业力在和他说，你还没有看清这件事，你还要再来一次。楞严经里有一句话说得极透彻，随众生心，因所知量。意思是你感受到的这个世界是按照你的心念量级来显现的，你的心念里充满了我的面子不能被破的恐惧，
你感受到的世界就会充满了试图破你面子的人和事。不是他们真的在针对你，是你的心念，让你只看见了那些，放大了那些。讲到这里，我要讲一个很长的故事，这个故事可能会让你觉得有些心疼，但我觉得有必要完整说完它。在很多年前，北方一个小县城里有一对父子，父亲叫国良，儿子叫国元。国良这个人是那代人里典型的要强，他这辈子做过很多行当，没有一样做得太差，但也没有哪一样做到让他真正满意。他有一个标准，叫做让人说得起。什么叫说得起？就是别人提起我陈国良这个名字，不能耸肩膀，不能撇嘴，得说一声这个人行。为了这个标准，他活得非常辛苦。家里的房子必须比左邻右舍的稍微宽一点，稍微新一点。孩子的学习必须比同龄的孩子稍微好一点，哪怕为此把孩子逼得哭着不肯睡觉，自己在外面说出去的话绝对不能食言，哪怕那句话当时说的时候根本没想清楚。这最后一条是他最大的麻烦来源。有一年，县里开了一家化工厂，招募本地的人入股合伙。国良的朋友找到他说，国良哥，这个机会难得，我们一起进去。国良当时其实心里有些迟疑，他不了解化工，那笔钱也是他们家那几年积累下来的底子。但他的朋友在那个饭桌上说，国良哥，你见多识广，这种事情你看怎么样？国良喝了2杯酒，想都没想，说没问题，这事儿可以做，算我一个。他事后有过反悔的念头，但那个念头刚冒出来，就被另一个念头压下去了。那句话当着那么多人的面说出去了，反悔那不是丢人吗？于是他进去了。2年后，那家化工厂倒了，国良把那些年积累的那笔钱赔了70%进去。他媳妇儿哭了很久，问他，你当时为什么要答应？国良沉默了很久，最后说，因为当时我不能说不行。媳妇说，为什么不能？国良说不出来，或者说他说不出口那个真正的理由。那个理由是，当时如果我说不行，他们会觉得我没魄力，会觉得我小家子气，会觉得我不如他们。一句让人觉得你没魄力的判断，换来了家里70%的积蓄，这就是面子的真实价格。故事到这里还没完。国良有个儿子，就是国元。国元从小看着父亲是什么样子，他看见父亲怎么为了面子做不符合实际的决定，看见父亲在外面体面回家之后那种隐隐的疲惫和沉默，看见母亲每隔几年就要经历一次因为父亲的要强带来的财务危机。国元心里有一个判断，这条路不对，他发誓自己绝对不要活成父亲那样。于是他走向了另一个极端，他开始对所有人的看法都漠然，别人说什么他都无所谓，你随便说就说。有人说他这件事做错了，他说那也是我的事。有人说你这样下去要吃亏，他说吃亏是我的事。他以为这叫做不在乎面子，是比父亲更高明的活法。但他有一天和父亲吵了一架，那次吵架是因为父亲说他，你这个人活得太随便了，做人不能没有标准。国元反击父亲说，你那叫标准吗？你那叫虚荣。你一辈子活给别人看，那些人给你钱了吗？给你还债了吗？国良沉默了很长时间，然后说了一句话，这句话让国元从此沉默了很多年。父亲说，你说的是对的，但你以为你比我好，你不在乎任何人的看法，是因为你的心里从来没有真正在乎过任何人。你不是看透了，你是逃掉了，你逃的是你和这个世界真实的连结。你以为那叫自由，其实那叫孤独。国元那一刻愣在原地，久久说不出话。他想反驳，但是有一个声音在他心底某个角落非常细，非常轻，但是非常清楚地说了一个字，对。那是国元这辈子第一次真正停下来看了一眼自己。他以为自己脱离了父亲的模式，但其实他只是选了另一个方向的极端。父亲是太在乎别人的眼睛，把那双眼睛当成了自己存在的镜子。他是害怕那双眼睛，于是把自己缩进了一个任何眼睛都触碰不到的硬壳里。一个是为了面子把自己活成了表演，一个是为了反抗面子把自己活成了孤岛。这2种都是我执，一个执着于我的形象，一个执着于我不需要形象，都没有真正自由。那什么是真正的自由？这件事我觉得说起来容易，但真的做到
需要一生的功课。我来给你讲一个真实的转变，是一个人内心深处发生过的事。这个人，你不知道他的名字，他也不重要是谁。他是一个中年男人，做了20多年的销售，这辈子最擅长的事情就是察言观色，就是把每一个可能影响他形象的变量都控制好。那些年他业绩不错，但是他不快乐，他自己说不清楚为什么。他应该快乐，他有稳定的收入，有房，有车，有家，有在别人看来相当不错的生活。但他说，我有一种感觉，像是有人把我装在一个透明的玻璃瓶里，我能看见外面，外面的人也能看见我，但我始终不在外面。有一年他父亲病重，他赶回老家，在父亲的病床前坐着。父亲那时候已经说话费力了，但是拉着他的手说了一句话。父亲说，你小时候喜欢画画。他愣了一下说，是。父亲说，后来你不画了，是因为有人笑你画得不好吗？他想了很久说，是。那时候初中有个同学说我画的画像小孩子画的，我就再也没碰过了。父亲闭上眼睛叹了口气说，可惜了。那次回去他陪了父亲2周。父亲走的前一天晚上，他坐在父亲房间的椅子上，突然不知为何拿起了桌上的一支铅笔，在一张白纸上开始画。他画的是什么，他自己后来都不记得了，可能只是一些线条，一些随机的形状。但他画着画着哭了，他不知道自己在哭什么，那种感觉说不清楚，不是悲伤，是一种什么东西松了，像一根绷了很久的弦忽然放松了一下。他后来说，那是他成年以后第一次做一件事儿，完全不在乎结果会怎样，完全不想这件事完成之后别人会怎么看。他就是在画，就是把那支笔放在纸上，然后让手去动。那一刻，那个透明玻璃瓶的感觉消失了。他说，我那时候才知道什么叫在，不是表演一个活着的人，不是扮演一个成功的人，就是在那里，就是他自己，就是此刻。这件事用佛学来说叫做刹那间的当下觉知。你的心念没有跑到这件事做完别人怎么看，没有跑到这样做会不会丢面子，你只是在此刻做这件事，那种状态才是真正意义上的自由，不是对一切漠然的孤岛，也不是表演给所有人看的舞台，是回到自己这里安安静静的。我要在这里讲一个佛学里非常核心的概念，叫做转念。转念不是强迫自己换一个想法，不是把我很在乎面子硬换成我不在乎面子，那样换是换汤不换药。真正的转念是看见念头本身从哪里来的，然后那个念头就自然的松动了。举个例子，下次当你又感到我不能在这件事上被人比下去的时候，不要立刻行动，停一停，问自己一个问题，这个念头它在保护什么？它在保护的是什么感觉？如果没有了它要保护的那个感觉，我会怎样？那个感觉是不是真的那么脆弱，需要被保护？你不用一下子回答这些问题，但是只要你问了，那个念头就开始松动了，因为你把注意力从我要怎么维护我的面子转向了我的面子背后有什么。这一转就是修行的开始。心经里面说，观自在菩萨行深般若波罗蜜多时，照见五蕴皆空，度一切苦厄。这里有一个动作叫照见，不是想明白，不是分析清楚，是照见。就像阳光照进屋子，那些灰尘才能被看见。灰尘一直在，但没有光，你看不见。一旦被照见了，它不会立刻消失，但你和它的关系变了。你知道它是灰尘，不是空气，不是你的皮肤的一部分，你可以打扫，你开始有了主动权。富安这个人后来经历了一件事，是他这辈子最大的一次跌落。工厂遇到了困境，资金链断了，他欠了不少钱。那段时间镇上的人多多少少都知道了，他以前最怕的就是这种事儿，最怕被人知道他出了问题。他第1周的反应是躲，关着门，不接电话，不出门。媳妇儿买菜都是早上天刚亮就出去，避开人多的时候。他以为那样可以撑过去，以为过一段时间事情就会风平浪静。但是有一天他媳妇儿回来，在门口站着不进来，哭了。他问怎么了，媳妇儿说，我在菜市场碰见刘大妈了。他问我，你们家最近怎么了？我不知道说什么。
我装作没听见走掉了，然后他走了没多远，自己站在路边哭起来。他说我那时候才意识到，我们这几十年活得这么怕人知道我们的日子，这么怕被人看见不好的一面，结果把自己活得那么累，那么孤立。那些邻居他们其实未必是嘲笑，他们可能只是关心，但是我们把所有人都当成审判官，所以连关心都不敢接。富安站在那里听着媳妇的话，忽然感到了一种从未有过的疲惫，不是那种做了一天重活之后的疲惫，是一种从骨头缝里渗出来的多年积累的疲惫。他想起那么多年，每次快要说实话的时候，都被那个不能让人知道的念头拦回去了。每次快要放松的时候，都被那个你还不够好的念头把弦重新拉紧了。他这辈子活得那么卖力，但那个力气有多少是真正为自己出的，有多少是为了维持那张脸出的。他不知道从哪儿来的一股力气，打开了家门走出去。第一次在白天走在镇子的街道上，他走到了菜市场，碰见了刘大妈。刘大妈看见他说，富安啊，听说你们最近遇到麻烦了，有什么需要帮忙的说一声。富安愣了一下，眼眶有些热，说了一句以前他绝对说不出口的话。他说，谢谢你大妈，真的谢谢，就这4个字。他说完，突然觉得背上像是卸掉了什么东西，那东西他背了多少年他自己都数不清了。很多人走到这里可能会问我，好，我听懂了，但是我现在要怎么办？面子这个东西说放下就能放下吗？不能。我告诉你，这个不是要你明天起来就变成一个对什么都漠然的人，也不是叫你从此以后什么都往外说，完全不在意任何人的感受。这2个都是极端。我要告诉你的是3件实际可以做的事。第一件事是学会分辨2种在乎。一种在乎叫做我在乎这件事的结果对我和他人的实质影响，比如我把这件事做好，是因为这件事本身值得被好好做，因为这件事会影响到我爱的人，这是真实的在乎。另一种在乎叫做我在乎做完这件事之后别人怎么看我，这不是在乎事本身，是在乎形象，是面子在运作。下次当你感到焦虑或者委屈的时候，停下来问自己，我现在在乎的是哪一种？这个问题问完，你不需要立刻有答案，但那个停顿本身就已经是一种改变的开始。第二件事是练习说一句话，叫做我不知道，我需要想一想。这句话是面子这个东西最大的克星，因为面子的运作往往是发生在那个当下需要立刻反应的时刻。被人问到了，要立刻表态；局面出现了，要立刻有应对；有人在场，要立刻显得你有主见、有把握、有分量。富安当年说那句算我一个，就是在那种时刻被面子推着出口的。如果他能够说这件事我要想一想，明天给你答复，那句话什么面子都不会丢，反而会让人觉得他稳重。但他当时说不出来，因为说我要想一想，在他的感受里等于承认了他不够快，不够果断，不够那种他以为别人期待他是的样子。这句话练习说他不是软弱，是内力。第3件事是每天睡前做一个很简单的问自己，今天有没有哪一件事是我真正想做的，我做了，不是应该做的，不是别人期待我做的，不是不做会丢面子的，是我这个人在这个时刻真正想要做的。很多人想了半天发现想不出来，那就是答案了。这是一个信号，说明你已经很久没有活在自己这里了。这个问题每天问，它会慢慢的把你拉回来，拉回到那个真实的你。我想在这里再多说一件事，很多人尤其是走到中年的人会有一种感觉，叫做太晚了。他们说我都这把年纪了，改什么呢？算了。或者说我已经在这条路上走这么远了，改了又能怎样？我想说这2种说法本身也是面子在作怪。太晚了的底下往往藏着一句话，如果我现在改，不就等于承认我以前错了吗？承认自己以前错了，那种感觉对很多人来说比继续错下去更难接受。因为改变意味着承认，承认意味着那张脸要暂时落地。但是我要告诉你的是，在因果的框架里，没有太晚了这件事。每一个当下都是一个新的起点，都是一颗可以种下新的因的时刻。
佛法里讲悔过，不是叫你一直揪着过去的错误自责，而是看见了，然后转向，然后从此刻的这一步，换一种走法，就是这样。不需要用力气去惩罚过去的自己，只需要用觉知，在此刻做一个不同的选择。国良在很晚的时候，有一天他媳妇儿病了，需要人照顾。那段时间，国良做了一件在镇上很快传开的事，他每天去菜场买菜，然后回家给媳妇儿炖汤。买菜炖汤这件事很普通，但是那个年代那个地方，一个男人每天菜市场来来去去，是有人会多看几眼的。国良的老朋友在茶馆遇见他，半开玩笑地说：国良啊，你现在买菜炖汤，这不像你啊。国良看了朋友一眼，说了一句话，他说他生病了，我得照顾他。就这一句，没有多余的解释，没有因为朋友的眼神而有什么表情上的变化。他的那个老朋友后来说，那是他认识国良这么多年第一次觉得这个人活得松了一些。他不知道为什么，就是觉得那一刻的国良是他认识的所有人里面站得最稳的那个。那种稳不是气场，不是派头，是一种从里往外的定。那种定叫做他知道自己在做什么，他不需要解释。这才是真正意义上的有力量的人，不是让所有人都觉得他好的人，是他自己知道他在做对的事的人。佛学里面有一个词叫做本来面目。六祖慧能在听到五祖弘忍讲《金刚经》的时候大彻大悟，说了一句话，他说：何其自性本自清净，何其自性本自具足。自性本自具足，意思是你本来的那个面貌本来就是完整的，本来就是够的，不需要添加任何东西，不需要任何人的认可来证明。那个本来面目不是你打扮出来的那张脸，不是你维持出来的那个形象，更不是你表演出来的那个人设。那个本来面目是你在没有任何人看见的时候，你还是你的那个状态，是你不需要证明什么，不需要抵御什么，不需要维持什么的时候，你最放松，最自在，最真实的那个样子。你可能已经很久没有见过那个自己了，可能几年，可能十几年，可能从懂事开始就再也没有见过，但他一直在，他没有消失，只是被压在了所有的表演，所有的维持，所有的不能让人看见我这样的底下喘不过气，但还在。今天这篇文字，如果能做到什么，我希望他做到的只是这一件事，让你今天哪怕只有1分钟想起那个本来的自己，想起他在哪里，想起他上一次出现是什么时候，想起他是什么感觉，不需要立刻做什么，不需要立刻改变什么，只是想起来。有时候想起来已经是最重要的一步了。富安在晚年的时候，有一次他的孙子问他：爷爷，你这辈子做过什么后悔的事儿吗？富安想了很久，然后说：有。孙子问什么事？富安说：有好多年我把自己的名字看得比我自己更重要。孙子那时候还小，听不太懂，但富安自己说出这句话的时候，心里有一种东西像是终于流动了。他说：那些年我以为我在拼，在给家里挣脸面，但其实我在逃一个问题。那个问题是，如果我这辈子没什么了不起，我还值得被人爱吗？我还值得活在这里吗？那个问题我逃了几十年没有达到，但现在我他妈是知道了。孙子听到爷爷说了一个不该说的字，瞪大了眼睛。富安笑了，用力拍了拍孙子的头，说：值得的，不需要有什么了不起，就值得了。你也是。这是今天我想说的最后一句话，不需要有什么了不起，你就值得了。不需要让所有人觉得你好，你已经是你了。那张你这辈子拼命想维护的脸，那张有人夸就安心，有人贬就崩溃的脸，那张让你花了那么多力气，那么多钱，那么多眼泪去维持的脸，那不是你真正的脸。你真正的脸在它的底下一直在，一直干净，一直够。当你有一天真的停下来，真的往里面看一眼，真的遇见了那张脸，你会发现你这辈子为了维护外面那张付出的那些代价是多么的不值得。不是说过去的你错了，是说那个时候的你还不知道里面有什么，现在你知道了，这就够了。
愿你从今天起少为面子活一点，多为自己活一点。不是活得自私，是活得真实。不是不在乎这个世界，是在乎的时候，知道你在乎的是什么。不是不爱那些人，是爱的时候爱的是他们，不是他们眼睛里你希望看到的那个你的样子。这条路很长，但每往前走一步，都是真实的。